2025年9月11日，洛克希德马丁的 CEO 吉姆·泰克勒特在采访中放话，公司正在和美国国防部做非常高层、非常积极的磋商，想把一些6代机的技术直接移植到现役 F-35上，做一个所谓的第5代加的升级版本。这个想法其实早在今年4月份的财报会上就出现过，当时还有个外号法拉利版 F-35，听上去很炫，口径更直接，用1半的成本换来大约8成6代机的能力。不过别急，目前它还只是个磋商中的设想，既没有合同，也没有确定的升级清单。洛马甚至抛出了一个数字，说这可能涉及1000到1500架美军自己的 F-35，但政府方面从来没有正式确认过。那么问题来了， TR3 和 Block 4还没稳定，新传感器和武器真的能加上去吗？发动机靠 F135 的 ECU 升级，能扛住更高热负荷吗？时间表靠不靠谱？预算、排产和试飞认证能不能和 NGAD 这种大项目撞车？我是 Jason， 这里是 High Weapon。接下来我们就按能力清单、依赖时间线、成本规模、风险情景4步帮你拆开来看。那到底什么是5代加版的 F-35？ 一句话概括就是，在不换飞机的前提下，在现役 F-35上嫁接一部分6代机的关键技术。洛马给出的构想大致包括4个方向。第一，隐身与维护，新的涂层和工艺让飞机在保持隐身的同时，减少维护人力和停场时间。第二，传感与融合，更强的算力和软件构架，能处理更复杂的雷达、分布式孔径系统和电子战数据。第三，武器与协同，挂载更远程的空和空地导弹，还要提前接上有人、无人协同的接口。第四，推进与热管理，依靠 F135 发动机的 ECU 升级来解决机体热负荷越来越大的问题。听起来像是一次大套餐，但要注意，它并不是全新机型，它更像是在已有的3000多架 F-35 底盘上开出一张升级菜单，能做多少取决于预算、时间表，还有 Block 4的进度。所以，如果说 NGAD 是未来空战的头等舱，那这个法拉利版的 F-35更像是加装了豪华配置的商务舱，价格比全新战机便宜，但也不可能把6代机的全部能力搬过来。说到第5代加，不能光看宣传口径，我们得把它拆开，看看哪些是真的能落地，哪些是风险很大，还有哪些可能只是宣传。这里我们分成3档：可落地、高风险、宣传口径。第一档可落地的，像隐身涂层和维护工艺，这些升级相对直观，属于技术成熟但需要资金和工时的部分。好处是能实实在在降低维护成本，提高出动率。这类改进大概率能放进第5代加的方案里。第二档高风险的，传感器和融合能力，这是 F-35一直卡住的地方。TR3 硬件已经拖延多年， Block 4软件更是被审计机构点名推迟到2031年才能完成缩减版。如果连底层的算力和软件站都不稳定，那再往上叠加新传感器和复杂武器，很可能就变成纸上谈兵。换句话说，这部分能不能实现，完全取决于 TR3 Block 4先跑顺不顺。第3档更多像宣传口径的，比如有人无人协同，或者挂载全新的远程弹药，它确实是未来空战的大方向，但在 F-35上，至少短期内很难一次性集成，因为无人僚机的标准、数据链接口、安全认证都还在试验阶段。这种能力可能会写进 PPT， 但真正落实到部队还需要很多年。至于推进和热管理，情况比较特殊， F135 的 ECU 升级相对来说是唯一现实的解法，能在未来10年内缓解发动机过热的问题，但要指望它来撑起8成6代机能力，多少还是有点勉强。所以清单化一梳理，我们大概能看到可落地的隐身维护、部分 ECU 升级，高风险的传感融合、Block 4依赖，宣传口径的协同作战、远程武器。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第2个门槛，也就是时间线与依赖项。这些升级怎么排队，会不会和现有改装冲突？刚才我们说了能做什么，但问题是这些升级要怎么排队，时间表卡在哪儿？这就是第2个门槛。首先 TR3 硬件，它相当于 F-35 的新大脑，没有这块算力底板，后续的软件和传感器根本跑不起来。问题是 TR3 已经推迟多年，直到现在还没有完全稳定。接下来是 Block 4软件，原本计划让 F-35 在20年代中期全面解锁新功能，
但美国政府问责局最新的评估是，即使缩减了功能，也要拖到2031年才能基本完成。这意味着很多新武器、新传感器短期内都没法全部上机。然后是发动机与热管理，现有的 F135发动机本来就是在极限上运行，现在官方给出的解决方法是 ECU 发动机芯体升级，按计划它最快要到2029年才能形成初始作战能力，但这只是目标节点，中间还可能因为测试、预算或者供应链问题再往后推。最后还有一个经常被忽略的因素，试飞与认证窗口。美国空军和海军的飞测资源是有限的，如果NGAD 要优先测试， F-35的升级就得往后排，这也是现实中的隐形排队表。所以当我们把时间线铺开，你会发现所谓的法拉利版 F-35不是一旧而旧的换包装，而更像是一套被插在不同年份的分批更新。先是 T-23 硬件跑稳，再是 Block 4软件落地，然后才有可能把 ECU 推上去。换句话说，哪怕今天就签合同，真正能看到完整的5代加效果，大概率也要等到下一个10年了。说到钱，这也是5代加绕不开的门槛。洛马的宣传口径很简单，大约用1半的成本换来8成6代机的能力，听上去像是笔划算买卖，但现实可没有那么轻松。首先要搞清楚对标基准是什么。如果拿全新的6代机 NGAD 来比，的确法拉利版 F-35成本会低很多，毕竟机体、生产线和后勤体系都在县城运行。但如果对比的对象是现有 F-35 Block 4之后的升级版，就没那么简单了。因为所有这些改进本质上是2次研发加分批改装，成本会被摊到试飞、认证、维护和地勤培训里。其次是规模效应，洛马放出的数字可能是涉及1000到1500架美国自用 F-35，听上去盘子很大，但政府从来没有公开确认过。真要执行，可能会先从小规模试装开始，然后再确定扩不扩展。这样一来，所谓的规模摊薄效应能不能兑现，就要打个问号。还有一个关键是资源冲突，升级不是在真空里发生的，它要和 NGAD、B-21 轰炸机和3位一体现代化这些大项目一起争夺预算。国会预算再怎么高，也不可能同时把所有高科技都全部买单。换句话说，如果你只听宣传口号，会觉得5代加是个低成本高回报的方案，但如果算上研发、排产、认证和维护的全部支出，这笔账未必比继续买 Block 4加 ECU 更便宜。所以在成本这一章，结论很明确，它确实比全新6代机便宜，但绝对不是半价就能搞定的轻松事儿。最终要看美国国会和五角大楼愿不愿意把有限的资金分给这套升级版 F-35。如果第5代加真的落地，谁会是第一批吃螃蟹的人？答案很明显，美国本土部队。美军现在手里有上千架 F-35，其中一部分已经是比较新的批次，硬件预留足够，改装起来相对容易。比如空军的 F-35A 或者海军陆战队的 F-35B， 只要升级航电和软件就能先行试点。而早期批次的飞机就没那么幸运了，硬件接口、布线、结构预留都可能不完全兼容。这意味着有些飞机顶多能做隐身维护和有线航电升级，想一步跨到法拉利版几乎不可能。换句话说，不是每一架 F-35都能进豪华套餐。那盟友呢？情况更复杂。一方面，盟友买的 F-35机体规格和美国一致，理论上能装升级包，但另一方面涉及到软件模块、远程弹药，甚至有人无人协同这种能力，往往要经过严格的接口审批和出口政策，美国可能不会轻易开放。所以对盟友来说，他们能拿到的很可能只是基础升级，更好的维护涂层、部分航电改进，而不是全部法拉利配置。从改装难度来看，这套升级套餐更像是一份菜单，美军可以点全套餐，隐身、传感、武器加推进，盟友可能只能点套餐 A 或者套餐 B， 最终差别就在于预算、批次和政治许可。就算这套5代加方案真能通过审批，风险依然一大堆。我们可以把它拆成4类。第一类，软件成熟度。F-35升级已经被 T-23和 Block 4卡住多年，如果底层系统不稳定，新功能往上堆，就像在不平的地基上盖高楼，随时可能出问题。第二类，热余量与可靠性。现有发动机长期满负荷运行，过热问题屡次被点名，
ECU 升级是解药，但它本身要经历测试、试航、量产多个环节，稍有差池，热管理压力就会反弹。第三类，供应链与产能，隐身涂层、航电芯片、先进传感器，这些零件都高度依赖特定供应链。如果和 NGAD 或 B21 的零部件竞争资源，法拉利版的排产就可能被挤压。第四类，是非与认证，哪怕钱和零件都到位，升级也得进入飞测与作战测评的排期，而飞测资源有限，要和 NGAD 新武器甚至现有布洛克斯改进共享窗口，排不进就只能拖。所以这个风险清单告诉我们，法拉利版 F35 并不是买个豪华套件就能立刻装上的轻松活，它是一场长期的多环节的项目博弈，任何一环出问题都可能让整体套餐升级缩水，甚至被迫搁置。讲到这里，我们可以给5代加 F35 3种可能的结局。第一种，温和升级，这是最可能发生的路线。美军先把隐身维护、部分 ECU 升级、航电和融合能力逐步导入，把 F35 的寿命和出动率拉上去，这样既能控制风险，又能快速见效。换句话说，就是先做能做的，再慢慢加码。第二种，高配升级，如果预算充足，布洛克斯软件稳定下来，再加上 ECU 按时到位，那法拉利版 F35 就可能引入更远程的武器和更深入的有人无人协同，它会在美军体系里成为数量上的中坚，和 NGAD 分工协作。但这种情况前提是钱和资源都站在他这边。第三种，缩水或搁置，一旦 TR3 和布洛克斯再次推迟，或者 ECU 节点继续往后拖，叠加国防部预算被 NGAD 和 B21 挤压，那第5代加很可能就变成一张停留在 PPT 里的菜单，最终只保留少量低风险改进，大规模的法拉利配置将直接消失。所以总结一句话，第5代加并不是一架新飞机，而是一场工程化折中。它的好处是见效快，能在现有3000多架 F35 上迅速铺开。它的难点是依赖项目太多，从软件到发动机，每一个都可能拖慢节奏。在未来10年，它更可能成为 F35 机队的加厚底座，而不是替代 NGAD 的前锋先刀。那么问题来了，你觉得美国会愿意花钱把1000多架现役 F35 改造成法拉利版吗？还是说他们会把资源压在 F47 和 NGAD 上，让 F35 继续做2线主力？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我们一起聊聊。这里是 High Weapon， 我是 Jason。如果你喜欢这期视频，记得点赞、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如果你已经开通了 Hype 功能，也欢迎给我们的视频投上一票。你的支持是我们持续创作的最大动力。想了解更多资讯解析，评论区告诉我。我们下期再见。